我是查理芒格，我今年已经99岁了。我这辈子见过最让我感到荒谬，甚至是一场悲剧的事情，不是穷人在街头乞讨，而是我看住无数聪明、勤奋、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正在进行一场慢性的财务自杀。想象一下，在台北信义区的一栋高级写字楼里，有一位叫做陈医师的外科主任。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开著名贵的宾士轿车，住在大安区的豪宅里，手腕上戴住几十万的劳力士。在他65岁退休的那一天，你猜猜他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答案会吓死你，甚至是负数。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他每个月赚那么多钱。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残酷真相。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场骗局由银行家、广告商和房地产商联手编织，将你们所有人像圈养的羊一样牢牢地困在笼子里。你们以为自己是人生的赢家，其实你们只是穿住西装的奴隶。如果你现在40岁、50岁，甚至60岁，却还在为钱发愁、为退休焦虑，那么请你停下手中所有的事情，给我20分钟。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甚至会刺痛你的自尊，但这些话能救你的命。这是我活了99岁，用几十亿美元的代价换来的普世智慧。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赚了那么多钱，却依然感觉不到富足？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买了一堆你以为是资产，其实是吸血鬼的东西。我把它们称为伪资产，这是大多数家庭破产的根源。什么是资产？华尔街那些穿着高定西装的骗子会告诉你，房子是资产，车子是资产，名牌包是资产，那全是狗屁。真正的资产只有一个定义，就是那些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不管你工不工作，它都在为你产出现金流，比如股息、利息、租金。而伪资产是那些把钱从你口袋里拿走的东西。不管你觉得它多值钱，只要它让你每个月都在掏钱付利息、付维护费、付保险、付管理费，它就是负债，它就是伪资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家里到底养了多少吸血鬼。第一只吸血鬼可能正停在你家的车库里，那就是频繁更换的新车，尤其是豪车。我看到很多人稍微赚了一点钱，第一件事就是换车。你们觉得这是身份地位的相看？邻居换了新车，同事换了新车，你觉得如果不换就丢脸了。那是你背上车贷买了一辆200万甚至300万的进口车，你坐在新车里闻住那个皮革的味道，觉得自己成功了。但我告诉你，从财务数学的角度看，这是你能做出的最愚蠢的决定之一。为什么？因为汽车有一个致命的特性，叫瞬间贬值。你把新车开出展示中心的那一刻，仅仅是那1秒钟，它就贬值了10%到20%。你什么都没做，你的钱就蒸发了。如果你是贷款买的车，那就更愚蠢了。你在为一个注定贬值的东西支付利息，你在用未来的钱去买一个今天就在缩水的铁皮盒子。这在数学上是双重的自杀。更可怕的是，豪车还伴随镀昂贵的保险、保养、维修和高油耗，这些都是从你口袋里源源不断流出的现金流。让我给你算一笔账，这是我在播客下经常算的账。假设你每5年换一辆200万的新车，你觉得你只是花费了200万吗？错。如果你不买这辆车，而是买一辆可靠的二手车，例如花30万把省下的170万投资到年化10%的指数基金里，30年后这笔钱会变成多少？它会变成将近3000万。你没听错，那一辆车实际上花掉了你未来的2、3千万台币。
这笔钱本可以是你的退休金，是你孙子的教育基金，是你财务自由的基石。如果你这辈子换了5次车，你为了维持那个所谓的体面，实际上烧掉了上亿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光鲜，但你的口袋里却没有钱。真正的富人是怎么做的？看看我开一辆旧车开了很多年，沃伦巴菲特也是。我们难道买不起法拉利吗？我们可以买下整个法拉利工厂，但我们不买，因为我们知道复利的力量。我不愿意把我的几百万美元浪费在路上跑。如果你想变富，第一步就是戒掉对新车的执念，把车当成工具而不是身份的相看。买一辆可靠的二手车，开到它报废为止。然后把你省下的每一分钱投到真正的资产里去。第二只吸血鬼更加隐蔽，它是台湾人最爱买的东西之一，那就是储蓄型保险和终身寿险。我并不是说保险不好，保险的本质是转移风险。如果你是家庭支柱，你需要一份定期寿险来防止意外发生后家人没饭吃，这没问题。问题出在你们买错了产品，你们买的是那种号称能兼顾保障和投资增值的复杂产品。保险业务员会告诉你，这张保单不仅能给你保障，还能帮你强制储蓄，还能免税增长，甚至退休后还能领回本金。听起来简直是完美的魔术，但我告诉你，这实际上是数学毒药。保险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他们要赚钱，业务员要拿佣金。你支付的第1年保费通常有很大一部分直接进了业务员的口袋，变成了他们的佣金。你的那个所谓的现金价值账户在前几年里几乎空空如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保险公司会在扣除高昂的管理费、死亡率费用和公司利润后，才慢慢把你保费的一小部分划入那个所谓的投资账户。这就好比你背住一个巨大的沙袋在赛跑，无论你跑得多努力，你都跑不快。我见过太多人缴了20年的保费，结果算下来年化报酬率连定存都不到，甚至还输给了通货膨胀。你的钱被锁死了几十年，流动性极差。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解约还要亏本。这不是资产，这是把你变成了保险公司的提款机。聪明的做法是什么？我们推崇的是买定期寿险加投资。你去买最便宜的纯保障型的定期寿险，用很少的钱获得很高的保额，然后把省下来的大笔保费自己拿去投资大盘指数。30年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投资出来的钱是保险公司承诺给你的好几倍。不要试图把保险和投资混在一起，就像不要试图把车子和船混在一起做成水陆两用车，结果通常是既跑不快也游不快，而且还贵得要死。第3只吸血鬼是很多人视为传家宝的东西，那就是黄金以及它的现代变种加密货币。很多人听到这里会反驳我，他们会说查理黄金是硬通货，是避险资产，比特币是数位黄金，是未来的货币。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非生产性资产。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它们就是一块仅仅是看起来很值钱的宠物石。为什么我说它们是伪资产？因为它们不产生任何东西。如果你买了1亩农田，即使你不卖掉它，它每年也会长出稻米。如果你买了一家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它每季都会给你分红。但是如果你买了1两黄金或者1枚比特币，你把它锁在保险箱里，过了100年，它还是1两黄金或者1枚比特币，它不会生出小黄金，也不会给你支付利息，它就那样躺住，甚至还需要你支付保管费。这就意味着你购买它们的唯一理由就是你希望将来会有另一个人比你更傻，或者是比你更疯狂，愿意花比你付出的更高的价格来买走它。这不叫投资，这叫博傻游戏。
人类的历史证明，在过去100年里，股票的长期回报率远远跑赢了黄金和现金。因为企业是活的，他们会创新、会扩张、会创造价值，而黄金是死的。至于比特币，我的看法更直接，那不仅仅是伪资产，那是老鼠药，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它纯粹是一个在大众歇斯底里的情绪中被炒作起来的赌场筹码。如果你想积累真正的财富，请把你的钱从这些石头和代码上拿开，去寻找那些能为你工作的资产。除了这3大伪资产，还有一个让你们变穷的巨大漏洞，那就是消费陷阱。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越是穷人越喜欢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大把撒钱，而越是富人越是在这些地方一毛不拔。第一个我绝对不花1分钱的地方，就是那些为了给别人看而进行的消费，我把它叫做面子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最愚蠢的税收。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还有那些所谓的城市中产，即使备注卡债，也要买那个印注巨大标志的名牌包；即使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也要贷款买豪车。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想向周围的人发送一个信号：我很成功，我有钱。但这是一种极其可悲的幻觉。当你开住一辆保时捷在街上招摇过市时，你觉得路人都在羡慕，你觉得你很酷。其实完全不是，路人根本没在看你，他们看的是车。他们在脑子里幻想的是，如果我开住这辆车，我会很酷。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一个开车的司机，甚至是这辆豪车的附属品。你花了巨资试图购买别人的尊重和羡慕，但你买到的只是别人的欲望和嫉妒。我这辈子从来不需要通过衣服、车子或者手表来证明我是谁。沃伦·巴菲特也是一样。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他，看他穿的那身旧西装，你可能会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我们不需要外部积分卡，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只在乎自己账户里的数字是不是在真实的增长。如果你需要靠外在的东西来支撑你的自信，那说明你的内在是空虚的。这种面子消费是通往贫穷的快车道。第二个，我绝对不花1分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谓的伪精致生活方式。现在的社交媒体教会了你们一种很可怕的观念，叫做对自己好一点。瑞士你们每天早上一杯150的星巴克，周末去吃一顿2000块的早午餐，办一张几万块却很少去的健身卡。你们觉得这是投资自己，是在提升生活品质，但我告诉你们，这不是投资，这是浪费。这是商家为了掏空你们的钱包而编造出来的谎言。我这辈子很少喝昂贵的咖啡。我和巴菲特开会的时候，我们喝的是超市里买的几块钱一罐的可乐。这不代表我们不懂得享受，这代表我们懂得计算价值。一杯咖啡的成本只有几块钱，剩下的100多块，你是在为商家的房租广告和那个看起来很高级的纸杯买单。你喝掉的不是咖啡，你喝掉的是你的智商税。每天150，一个月就是4500，一年就是5万多。如果把这5万多块钱以复利的方式投资30年，它会变成几百万。你喝掉的不是咖啡，你喝掉的是你未来的自由。真正的精致不是靠花钱堆砌出来的，真正的精致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是你把家里收拾得乾乾净净，是你给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是你读一本好书，是你在阳光下散步。这些都不贵，但这些才是真正的生活。第三个，我绝对不花1分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承诺让你快速成功的昂贵课程，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知识付费。这可能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谎言之一。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很焦虑。你看到别人在网上
晒出的高额收益，你觉得自己落后了，这时候就会有一群所谓的导师跳出来告诉你，只要买了他这套2万块的课程，你就能掌握财富密码，就能1个月内实现财富自由。他们卖的不是知识，他们卖的是一种幻觉，是治疗你焦虑的安慰剂。我这辈子读过几千本书，但我从来没有花钱上过这种速成班。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智慧从来都不是速成的。如果你想学习投资，最好的老师不是那些在短视频里大喊大叫的网红，而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伟人。富兰克林、亚当·斯密、爱因斯坦、凯恩斯，他们的思想都浓缩在那些几百块一本的经典书籍里。只要花几百块，你就能和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大脑对话。这才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投资。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有一个秘诀可以让你这周买下周富，那他一定是在盯住你的本金。如果那个方法真的有效，他为什么不自己留住闷声发大财，而是要费尽口舌卖给你，赚那点学费呢？好了，如果你已经听进去了，上面的话你已经砍掉了伪资产，砍掉了面子，消费砍掉了智商税，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止住了出血。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如何进攻。如果你今天重新开始投资，想要在10年内彻底翻身，你该怎么做？我不会给你什么内幕消息，也不会给你什么神奇的公式，我只给你3个老掉牙的无聊透顶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先活下去，再谈致富。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它几乎是所有人失败的根源。在你投资的前10年，你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赚到第一个1000万，而是建立一个不自毁的系统。你必须立刻从你的生活中砍掉债务。我出生在大萧条时代，我亲眼见过一个体面的人是如何因为债务而失去一切的。银行不在乎你多努力，他只在乎你能不能按时还钱，还不上就请你离开。所以我把债务当作毒药，能不碰就不碰。我知道在你今天决定开始投资时，这个世界会用各种好听的名字把债务包装成机会卖给你。他们告诉你用杠杆来抓住机会，你以为这是杠杆，我告诉你这是颈上的绳索。杠杆给你的是速度，不是控制。如果前方是悬崖，速度会要了你的命。当你的工资还没到手，就要先拿去支付过去的消费利息时，你就不是自由的，你成了银行的员工。你不敢辞掉那份你痛恨的工作，你不敢在机会来临时冒险，因为你害怕断供。所以原则1的第一部分，在你学会投资之前，先学会不欠债，把你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买回你的自由，而不是用来支付你昨天的愚蠢。第二个原则，积累你的弹药。我知道你想听投资的秘诀，你想听我告诉你买什么股票，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在你拥有弹药之前，你没有资格谈论投资。一个没有弹药的猎人在森林里只能躲藏。这个原则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花的比赚的少。但为什么我把它列为第二个原则？因为90%的人在这里就失败了。他们以为储蓄是为了省钱，错了，储蓄是为了购买所有权。这是员工思维和所有者思维的区别。如果你今天开始投资，你必须立刻停止像员工一样思考，而是要像所有者一样。一个员工关心的是这个月的工资，下一季度的奖金。他拿到钱第一反应是我该如何消费这笔钱。他用这些消费品来犒劳自己的辛苦。他看起来很富有，但他一无所有。而一个所有者关心的是权益。他拿到钱第一反应是我该如何拥有这笔钱。他会去买入那些能产生现金的东西。你的储蓄不是为了未来某一天把它花掉，你的储蓄是你购买所有权的第一笔弹药。
是你从一个为钱工作的人转变为一个让钱为你工作的人的启动资金。你存下的每一块钱都是你的第一个员工。我告诉你，让钱为你工作比员工可靠多了。钱不会请病假，也不会抱怨加班，但前提是你得先有足够多的钱。你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最慢、最痛苦、最折磨的阶段，因为在那时你几乎看不到回报，钱涨得太慢，像是在嘲笑你的努力。这时候你那该死的嫉妒心又回来了。你看到你的朋友用这笔钱去度假，去买了新手机，你崩溃了。也是你放弃了。这就是90%的人翻身失败的剧本。他们不是没赚到钱，他们是没留住钱，他们被无聊和嫉妒联合绞杀了。如果你今天重新开始，你必须像一个斯巴达战士一样执行这个无聊的纪律。我年轻时也一样，当年在大萧条后期，收入低，机会少，账单高。但我和巴菲特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宁愿少买一顿牛排，也绝不愿打破这个积累弹药的节奏。第三个原则，聪明下注，然后坐住不动。这句话有2个部分，聪明下注很难，但坐住不动要难上10000倍。什么叫聪明下注？它不是去预测市场，也不是去寻找下一个暴富代码。如果你今天刚开始投资，我会把我90%的弹药全部投入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是的，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当你买入一个追踪整个大盘的指数基金时，你就立即成为了几百家最优秀公司的所有者。你不需要去分辨谁是下一个苹果，谁是下一个台积电。你把这一切全部买下来，你等于是在和你国家的整个经济增长下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什么都不做的无聊动作，在过去50年里打败了90%以上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每天忙住交易的专家。这听起来很棒，对吧？但人们为什么不做？因为他们太焦躁了。焦躁会告诉你，这太慢了，这太无聊了。你看那个某某币涨了100倍，你看那个某某科技股翻倍了。你的人性天生讨厌无聊，你觉得你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证明你比市场聪明。你错了，你不需要聪明，你只需要耐心。这就来到了原则3的第2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坐住不动。你买入了指数基金，然后你什么都不做，你回去工作，去积累你的下一笔弹药，你去生活，去散步，去读书。你假装那个交易所关门了10年，你必须让复利去干活。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它从不睡觉，也从不犯错，但它有一个要求，它需要时间。你频繁的买进卖出，就是打断了复利的工作。你以为你在积极参与，其实你只是在多交佣金和税，把你的经纪人养肥，让自己流血。我这一生真正的财富都不是靠频繁交易得来的，我和沃伦真正的财富是靠静坐得来的。我们买入一家好公司或者一个好的资产包，就像指数基金，然后我们就坐住1年、5年、10年、20年。这很难，这需要近乎宗教般的耐心。你会经历泡沫，你会看到邻居因为某个新玩意儿暴富，你会经历崩盘，你会看到你的账户在1年内下跌50%。在1973年到1974年，市场几乎跌了一半，人们恐慌，觉得资本主义就要终结了，我们没动。在1999年，市场疯了，人们嘲笑我们是老古董，我们没动。在2008年，世界崩溃了，人们绝望，我们开始买入。你问我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从不关心市场先生每天的报价，我们只关心我们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拥有的是指数基金，你拥有的就是人类经济的未来。只要你相信这个未来，你有什么好慌张的？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能做到以上这几点，你拒绝了伪资产，你远离了消费陷阱，你像斯巴达战士一样积累本金，然后你把钱投进指数基金，并且像石头一样坐得住，10年、20年后，你将获得一种怎样的人生？那不仅仅是财富的自由，更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当你不再为了面子而消费，你就不需要为了高薪而去忍受一份你讨厌的工作。你可以随时辞职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当你不再为了伪精致而透支，你就不需要看银行的脸色。你可以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安然入睡，而不需要担心下个月的房贷。当你不再为了焦虑而付费，你就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不会被那些贩卖焦虑的人收割你，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成长。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多少东西，而是你拥有多少不被他人掌控的时间。年轻时我也曾以为财富就是拥有更多，但活到了99岁，我终然明白财富的本质其实是拥有更少，拥有更少的欲望，拥有更少的羁绊，拥有更少的恐惧。当我坐在我不豪华的房子里，穿住我那件旧西装，读住一本几十年前的老书时，我感到无比的富足，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主动选择的，而不是被消费主义裹挟的。我没有把钱花在那些虚无缥缈的面子上，我把钱花在了能够产生复利的地方，花在了能够让我变得更聪明、更自由的地方。这就是我给台湾朋友的最后忠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喧嚣所迷惑，不要被那些光鲜亮丽的广告所欺骗，勇敢地做一个不合群的人。当别人在炫耀新车时，你默默地存钱；当别人在追求网红打卡时，你静静地读书；当别人在焦虑地寻找捷径时，你耐心地打磨自己。这听起来很笨、很慢、很无聊，但相信我，这是一条通往真正自由的捷径。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往事，你会发现那些你没有花掉的钱，那些你没有浪费的时间，最终都变成了你人生中最坚实的铠甲。他们保护了你的尊严，支撑了你的梦想，让你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活得像一个真正的赢家。我是查理芒格，希望我的这些教训能让你少走几十年的弯路，从今天开始学会对那些愚蠢的消费说不，把你的钱留给真正的自由